喜洲镇位于大理市的北部，西边是苍山，东边是洱海。2006年，一个名叫林登的美国人来到这里，花了10年的时间修复了民国时期一栋有钱人的家宅，把它改造成了一家特别的民宿。今天我来到喜洲拜访了林登，和他聊了聊他和这座100年老宅背后的故事。他也是花了那些价值。那了 ，yes， come on。我已经在喜洲已经待了14年，把我们美国的工作放弃，房子都卖掉。我一天至少要走路18000步走，跟几十个人都在打个招呼，都跟他聊。我觉得我还会待40年，希望。我这是80年代，每个省都去过。我发现大理，因为原来的茶马古道非常好客，非常包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适合大理。There。那时候大理对外国人来说是好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大家都要去的世外桃源。喜洲有110个老院子，大部分的喜洲村民都从小都住在这些院子，夏天都是水稻，冬天就是油菜花。杨平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杨平山的宅子建于1948年，大门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的一个巴族风格的一个门楼，是一个民国时期的。杨平山的他做的生意是买卖，他都跑到很多地方，包括上海，把他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后来都融入他的建筑的一些他的设计图。他会把就是凤凰都放在比龙还要高，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代表可能白族人对那个女孩子女性就是有一种崇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有的时候1个星期就修复刷油漆，这个是我亲手做，不是很大。对，我觉得不大，它马上会分散，这个会干得比较快，以后你就会直接看到它的那个木纹。我们不要破坏原有的那些木头，这些那个木板，所有的木雕，所有的我们都保护，我们真的很辛苦，失败了好几次。杨家还有一套独特的教育方式，杨品相把自己的成功之道都刻在了2楼的栏杆上，这些家训全部都被林登保留了下来。比如心上无过不去之事便是好人，意思是在生活中做事做人不要斤斤计较，很多事情想通了，得到的便是最好的人生。除了修缮原本的建筑，林登把这里改成民宿之后，尽量还原杨家当年的生活方式，让住进民宿的客人也能体验到当时有钱人家是怎样享受生活的。当年杨品相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比如在喜洲建学校、建水电站。林登觉得自己住在他的家里，就必须按照他的标准来生活。林登每年都会邀请美国的中学生来这里做交流，奥巴马女儿学校的学生专程从美国跑到中国的喜洲，一待就是5个月。据说杨品相很喜欢收藏古玩，林登也收集了不少旧物，碰到感兴趣的客人就会把他们带到图书馆。我原来在那个也是在云南，它是那个23米长，很多人都在看，他们都在分析，他们都认为这个可能是一种冰矾，颜色都是那个矿物材，
非常漂亮，虽然它有100多年，它还是100多年了。对。哦。所以这样的东西我应该想怎么把它保护。所以你看这个画的那么美。动静音乐是大理非常传统的乐种之一。40年代的喜洲，有钱的商人很喜欢听，现在的喜林院里也常常举办这样的音乐会。在民国时期，扎染是很多喜洲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钱人家的小姐也经常参与，用来打发时间。我在老宅里第一次体验了扎染的全过程，亲手染布，做出了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两个。哇，那个有点像那个口雀的对对对，我这个觉得有点像。林登每天很早就到民宿，早餐的时候和所有的客人打招呼，再带着大家去早市采购一些当地的食材，回来一起制作。几年前，林登又将喜洲4大家之首严子珍为次子严宝成所建的宅子租了下来，进行了2次的修缮，作为民宿对外开放。自己和太太也住了进去，他也一直邀请朋友来喜洲，住进民国成功商人的老宅，体会他们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我也是有一点像一个孤儿，如果中国没有过来，如果没有领养我的话，我的生活肯定不是那么幸福。